8月要飞往里约的时候，是我爸爸60岁生日。我和我的家人，我们就一起到机场吃顿饭，30多个钟头的飞机，我们就转机啊几次。我的队友们准备了一个卡片，比赛的前一晚就把它翻开来，再重读了一遍，给我多一点信念，就是坚持的信念。我的名字叫梁洁诗。2015年我参加扎达新加坡马拉松比赛时误打误撞跑进了10大。我去了2016年里约的奥运会。梁洁诗目前是一名人力资源及行政助理经理。中学时期为了打篮球，勤练长跑增强体力，渐渐地爱上跑步。他在2015年扎达银行新加坡马拉松赛获得女子公开组第10名，意外获得2016年里约奥运的参赛资格。万万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个机会参加奥运。我早期开始跑步的时候，就是纯粹喜欢跑步，没有想着要夺什么金牌之类的想法。误打误撞成为新加坡第2位跑进奥运的长跑健将，让洁诗重新审视自己喜爱的长跑。当我这么普通的一个人去参加奥运，我就领悟到，其实我也就可以代表新加坡国民去参赛，鼓励其他选手就是激励他们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继续努力咯。就是可能你也像我一样，跑就这样跑进奥运了。帮助洁诗备战的是郭敬辉教练，他只有8个月，把业余选手洁诗变成称职的奥运健儿。洁诗的谦虚和愿意学习，肯定是他的优势。许多自我训练的长跑运动员，技巧和速度方面没有训练很多。我们把你抬高一点点 ，step over 多一点点，这样就 get into 一个比较顺的 cycling movement 洁诗参加跑步俱乐部多年，扎下了基本功。我想我的强处应该就是我的毅力吧。在2017年参加一个10公里的一开跑的时候就跌倒了，满脸都是血，直接送进医院。我隔1年又再回去同样的比赛，拿了第1名，所以我还觉得真的是还好我够坚持。在奥运会方面，教练将洁诗的配速定在每公里4分20秒，跑完要3小时03分钟。这个目标比其他奥运选手慢1截。感觉就我不如其他的选手，就很有可能就会跑到最后1名。马拉松变幻莫测，不知道途中会发生什么事，可能会抽筋、上气不接下气。前面你开始跑得太快，到了后面你可能会放慢，甚至是可能到走路，连完成比赛都是一个困难。洁诗和队友提前抵达里约热内卢进行热身。不论什么排名，首要目标是跑完全程。不需要跑太快哦。新加坡派我去比赛我一定要完赛我觉得我肩负着代表新加坡去完赛的一个责任。我不单单只是去那里享受整个过程。2016年8月14号上午9点半开跑，突然艳阳高照，气温飙升，选手们措手不及。头15公里，我觉得可能我还是达到这4分20秒的配速，然后接下来应付不了炎热的天气，配速就下降了啦。太热了，所以很多运动员都抽筋的现象，很多世界级的运动员都跑不完。身体就是支撑不了了，你脑子就开始就会给你一些很负面的想法。许多国家有足够人员负责补水站，新加坡人手太少，郭教练去找美国的教练朋友帮忙。
然后就看到远远一个陌生人跟我挥手，然后我就想，为什么是另外一个陌生人给我这个饮料？不过真的是我的饮料啊！而且那个饮料还是冰冻的。过后就听我的教练说，其实他就找美国那个团队帮我啦，放在他们的冷藏袋，就是保持那个冷度。我已经跑了2个多钟头，其实喝了那个冷冻的那个饮料，真的让我重新振作精神起来，所以我才可以加快脚步了。没有 ，Come on，Come on。跑到中午，杰斯完全靠意志力在坚持。他是一个不容易放弃的运动员，所以你站在那边看，虽然是辛苦，可是你相信他会跑完全程。156名选手，1人弃赛，23人中途退赛。杰斯以3小时15分钟完成，最后第3个抵达终点。我跑完的时候，其实就也没有感动啊、流泪啊，可能因为太累了啦。对我的奥运成绩其实是有点失望，不过我自己也很庆幸自己其实可以能平安完赛。这辛苦的整个42公里完成比赛，我为自己也感到自豪啦。杰斯在奥运没能刷新个人纪录，却在隔年的台湾马拉松实现了这个目标，并夺得女子公开组第3名。她感到奥运之旅没有浪费，一切付出自有意义。因为有腿伤，杰斯去年没有参加马拉松，转而投入骑脚踏车和参加双项及3项铁人赛。他立志将来要完成马拉松大满贯。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就刚好我准备好了，我成功的完赛，然后我没有令大家失望。就是有时看到报章上，其实呢70、80岁都还在跑马拉松，我只要是还能动的话，我当然想一直跑下去。